越野车狠狠刹停，司机打开驾驶座，连滚带爬地出来，面色发白，满脸惶恐。居然是苏无忌！我撞人了！他挪到了那名杜卡罗猎杀者的身边，看着对方满脸的鲜血，试了试他的鼻息，随后像是触电了一般，把手立刻抽了回来。天啊，撞死人了！看这样子，他着实吓得不轻。江晚星这时候也跑了过来，先去摸了一下那名猎杀者的颈动脉，发现对方的颈椎都已经给撞变形了，摇了摇头，救不回来了。随后他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苏无忌，撇了撇嘴，魏苏老板不就是撞死了个人吗？你这个胆量看起来可不像是敢跟白旭阳抢东方会所的。抢生意和撞死人是同一回事吗？苏无忌仍旧瘫坐在地上，说道：我这得被判刑了。没事，你只要取得受害者的谅解不就行了？江晚星揶揄道。不过受害者貌似已经死了，人家没法谅解你了。苏无忌眼看着都快要哭出来了。这时候江晚星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头拦住了3个杜卡罗组织的杀手，2死1重伤。电话那边的声音陡然提高了许多。不愧是咱们绝密作训处的王牌女兵王啊，外出休个假还能抓住恐怖分子，回头我就给你申请嘉奖，你可真是……然而对面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江晚星便打断了。头别夸我了，那几人力量奇大，我差点没打过，要不是你们派了狙击手帮忙，可能就见不到我了。狙击手？电话那边明显愣了愣。我没有派狙击手啊，整个华夏绝密作训处只有你一人在林州。你没安排狙击手？江晚星皱了皱眉头。那这么说，是临江省的特勤组在支援我？临江特勤组有别的任务，今晚没参与啊。什么？江晚星的眉头皱了起来。哪来的狙击手？难道是本地的特警？不过他很快又舒展开来。善后的事情交给临江省的国安来做吧，我在休假，没事别打扰我了。好好，你好好休假，反正你是处里的王牌，我得哄着你。不过我有个好建议。电话那边说道。江晚星哼了一声，建议你不要建议。电话那边说道。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趁着休假的空抓紧找个男朋友，好好管管，不好好陪陪你。江晚星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苏无忌坐在旁边的地上，拽了拽江晚星的鞋后跟，看似有点畏畏缩缩的模样。说起来，你要不是抢了我的车，我就用不着追到这里，也不会撞死这个人，你得对我负责到底。男人当到你这个份上，还真是绝了。江晚星没好气，轻轻踢了苏无忌一脚。你之前隔着窗户对我比耶的嚣张去哪里了？他之前一直在部队里，对地方上的事情了解不多，以他的性子根本不会在意那些世家争斗，而江河日下的苏家更不会被他关注到。所以在灵州夜场名声很大又很差的苏无忌，他也是前几天才从发小白旭阳的口中听说的。打我弟弟的时候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江晚星一把抓住苏无忌的手，把他从地上拽起来，呵呵笑道：撞死个人就害怕成这样，等白旭阳来了，你还不得尿裤子？苏无忌看似心神未定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。这个白旭阳很厉害吗？江晚星嘴角轻轻挑起，这笑容也不知道是揶揄还是嘲讽。那当然厉害了，白旭阳人称首都世家第一狠公子，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可吓人了。说不上为什么，看到苏无忌这怂样子，他的心情好了许多。之前在酒吧受的气已经全出了。我想离开这儿。苏无忌看着那猎杀者的尸体，又站不稳了，扶着车门，忍不住的连连干呕好几次。
这看起来真是太逼真了。江晚星愣是没发现其中还有演技。那你就走呗，我又没拦着你。江晚星双手抱胸，靠在车门上，双臂挤出来的弧度让人颇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苏无忌不确定地问道：我这样走了算不算肇事逃逸？江晚星听了又忍不住地想抬脚踢他了。他忍了忍，说道：这样吧，我帮你摆平撞死人的事情，你得欠我个人情。苏无忌立刻说道：为你讲不讲理这事儿是你把我牵扯进来的，顶多算是我们扯平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看到了江晚星身上那一片血点子，咽了口唾沫，不说话了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江晚星笑了笑：你撞死的是国际恐怖分子，有我作证，灵州本地警方和国安都不会为难你的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苏无忌问道：是国安的还是特种部队？差不多吧。江晚星说道：反正不能告诉你。苏无忌嘴角抽了抽：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嚣张又废柴的弟弟？他和江晚星聊了几句，忽然觉得这姑娘的性格其实还不错，起码没有蛮不讲理。江晚星说道：那你呢？你现在表现得那么怂，但却敢跟方锦阳抢女人，敢跟白旭阳抢生意，好像比我弟弟还嚣张呢。苏无忌耸耸一笑：穆千羽要把我拉去当挡箭牌，我有得选吗？你不在灵州混，他是不知道穆家说话的分量有多重。要是穆千羽在这里听到了这句话，怕是得大骂苏无忌渣男了。江晚星看了看苏无忌，居然认同了，貌似这句话也有些道理。这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，国安还未到，灵州刑警的防暴车先开来了。车子停下，10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下来。苏无忌一看，里面就有朴妍希，哪怕戴着护目镜也没法遮住那动人的眉眼。全副武装的朴妍希先看了看苏无忌，确定对方没有受伤，才来到了江晚星的面前，问道：我是灵州湖滨分局的朴妍希，前来协助工作，请问哪位是江少校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在场就2人，谁是江晚星还得问一问，朴姐姐这演技还得练啊。是我。江晚星说道：嫌疑人目前2死1重伤，重伤的那个。说着他扭头看了看远处的伤者，那家伙被苏无忌一枪打中了肚子，之前还有动静，现在已经彻底没了声息。于是江晚星改口说道：杜卡罗组织的3个杀手全死了，但不确定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江少校，我们会立刻排查。朴妍希说道。然而江晚星却又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：这位市民见义勇为，开车拦截嫌疑人，有重大立功表现。苏无忌倒是被这句夸奖的话搞得有点意外了。看来这江晚星真的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，比他那弟弟要强出很多来。是的，我当时充满了勇气，这种危险时刻不是谁都有胆子站出来的，确实值得嘉奖。苏无忌立刻说道。江晚星斜了苏无忌一眼，心道：真不要脸。江晚星在灵州没有车，那台途观被他继续征用了，对此苏无忌也没提反对意见。这件事情并没有宣告结束，毕竟那个狙击手究竟是隶属于华夏某个部门，还是国外的雇佣兵，还是个未知的答案。只是当江晚星回到房间，下意识地吸了吸鼻子。之前在外面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可是在封闭的房间里，有些气味就比较明显了。江晚星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放到了鼻子前，仔细地闻了闻。
他对这个味道可太熟悉了，这是枪械所独有的那种金属味儿，以及开完枪之后留下的硝烟味道。江晚星开始回想自己这只手之前摸过什么，除了和杜卡罗猎杀者缠斗之外，他还把苏无忌从地上拉了起来。江晚星立刻从包里取出了平板电脑，开始回忆今天战斗之时的地形。他草草画了一栋楼，圈出了狙击手的位置，又画出了最后那名猎杀者的逃跑轨迹，以及苏无忌开车撞人的位置。不会吧？看着这张草图，江晚星的脑海里浮现出苏无忌那面色苍白的惶恐模样，眼光开始变得凛冽了起来。在江晚星走后，苏无忌开车绕了一圈，接上了小庞，才回了皇后酒吧。车子直接开进了地下车库。这车库不对外开放，想要进来还得经过2道遥控密码门。之所以走这条道，是因为在后备箱里还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杜卡罗猎杀者，4条猎狗，3死1被俘。小庞严格遵循只留一口气的命令，差点就把这猎杀者给锤爆了。好好审一审，我要知道杜卡罗组织在华夏的所有布置。苏无忌把人交给小庞，便转身上了楼。在电梯里的时候，他还复盘了一下今天的整个过程。然而第一个从苏无忌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画面，就是江晚星把他从地上拉起来的情景。他也抬手闻了闻自己的手，皱了皱眉头。那女人不会是狗皮子吧？然而等苏无忌走到房门口，刚刚把房门打开一道缝隙的时候，也吸了吸鼻子，一股淡不可闻的血腥味道已经传了过来。他还说江晚星是狗鼻子，自己现在倒也不遑多让。房间里怎么会有这种味道？苏无忌立刻警惕了起来。他猛然拉开门，却发现房间中间的地板上正趴着一个人。这人穿着黑色运动衣，棒球帽吊在旁边，一头秀发都塞在后衣领里面。即便运动装很宽松，可那腰背与臀腿的线条仍旧掩饰不住，竟是透出一股妖娆的美感来。女的？苏无忌看到那体态，不禁说道：这屁股翘得跟米国队长似的。2，对方显然受了不轻的伤，在地板上吐了一口血。苏无忌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他搀扶起来，他忽然想到了某件事情，于是看了看手机的实时定位。那个代表着银月杀手的红点就定位在皇后酒吧里。显然眼前这个黑衣女子就是逃跑的银月杀手。苏无忌无奈，心中疯狂吐槽：你跑就跑了，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我可不想被杜卡罗的那群疯狗盯上啊。然而这杀手却主动开口了：书上都说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找那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，要找那些曾经帮过你的人，所以我来找你了。这声音明显有些虚弱，但此刻苏无忌的眼睛都瞪圆了。我去，许家烟。苏无忌是真的没想到，这个许家烟竟然会是银月组织的杀手。这女人不是个高知海归吗？不是去宁海当医生的吗？不是说银月的杀手只是从被拐卖的孤儿里面选吗？这许家烟明明有父母，优渥的生活不去过，怎么会参与到这种危险的事情里面来？苏无忌不禁觉得自己的脑子都有点不够用了。快帮我把衣服剪开！许家烟艰难地说道。愣着干什么，笨蛋！他现在的虚弱样子和之前那风骚妩媚的模样完全判若两人。他没有化妆，
素面朝天，嘴角和下巴全是血迹。苏无忌立刻把门反锁，窗帘拉上，蹲在许家烟的身边。现在能翻动你的身体吗？当然能，应该只是肋骨骨折。许家烟对苏无忌眨眼笑了一下。你真是个好人，救了我2次了。这么虚弱的一笑，还挺让人心疼的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到底惹了谁，怎么变成这样？要是你的仇家迁怒到我身上，我肯定不放过你。这家伙演得倒挺像，毕竟现在许家烟还不知道，现场的狙击手就是苏无忌。你现在也可以不放过我，想怎么折腾我都行。许家烟没有正面回答。不愿意说就算了，都伤这么重了，就别发骚了。苏无忌拿起了一把剪刀，剪开许家烟的衣服，那光洁细腻的背部皮肤便出现在了眼前。左侧胳膊和右侧肩膀都有刀伤，所幸刀口不深。苏无忌把它翻过来，再去剪开运动裤。这女人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，此刻哪怕还有贴身衣物遮住关键位置的光芒，但那曲度劲爆的线条还是肆无忌惮地冲击着苏无忌的眼睛。好看吗？许家烟顺着苏无忌的眼光看了看自己的胸口，问道：我总觉得带着这俩玩意儿着实有点太累赘了，你也不闲沉。苏无忌说着，一只手搀到许家烟的腋下，一只手抄到她的腿弯，将许家烟横抱起来，走到里间卧室，将她放在床上。嘴上虽然充满了嫌弃，但实际上的动作却很轻柔。我是第一个睡这张床的女人吧？许家烟笑了一下，她现在的状态确实很虚弱，笑的这一下似乎牵动了内伤，让她的嘴角又溢出了一丝鲜血。这张床天天都有女人睡，本公子每天都换新人。苏无忌说着，从柜子里拿出药箱，用镊子夹住棉球，开始给她清理伤口。也不知道是忍耐力太差了，还是到了这里彻底放松了警惕。当酒精从刀口擦过的时候，许家烟疼得眼泪汪汪。别装可怜哦，苏无忌说道。伤成这样都没哭到了我这儿，一下子变柔弱了。我怕留疤。许家烟撅了撅嘴。还得缝针呢。用不着缝针。苏无忌打开了那个白色瓷瓶，把药粉细细地倒在伤口上。许家烟疼得浑身冒冷汗，那2件白色的贴身纯棉衣物，这一下几乎被湿成了半透明。这么能淌汗？苏无忌说道。我床单都湿了。许家烟说道。我一直这样，水娃娃。苏无忌。你骚子算了。说话间，他拿起湿巾，把许家烟嘴角和领口的血迹擦拭干净。胸口也有血。许家烟努努嘴，的确有2道血迹，从脖颈一直延伸到了雪白的沟壑深处。你的胳膊又不是抬不起来，自己擦啊。苏无忌说道。其实这一会儿，他已经在强守心神了。那么白的玩意儿在眼前摆着，根本无法淡定。要是拿起湿巾顺着峡谷里面擦，那可就真要擦枪走火了。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许家烟嘟囔了一句，声音越来越低。他终究还是没自己擦拭，头一偏，昏睡了过去。苏无忌摸了摸许家烟的脉搏，跳动还算平稳，这才稍稍放了心。给他盖上了被子后，苏无忌把萧音蕾叫了上来。哇哦，第一个躺在这张床上的女人。萧音蕾很惊讶。许家烟，这是多大的福气啊！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苏无忌掀开被子说道。放我这里有点危险。是。
萧英蕾抱起许家烟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老板放心，如果江少校再来，需要我去挡一挡吗？他很聪明，哪怕没有询问许家烟的身份，也知道苏无忌所说的危险究竟来自于何方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苏无忌说道。那江晚星的人品还不错，他要是够聪明的话，就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和我为敌。等萧英蕾把许家烟带走，苏无忌把后者的衣服扔掉，清理了一下窗台外和房间里的痕迹，就连床上的长头发都一根根找出来了。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1点半了。楼下的夜店还在嗨，苏无忌想了想，把自己脱了个精光，走到浴室里冲澡了。只是冲澡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关上浴室门。沐浴液的香味散发出来，随着水雾飘满了整个房间，遮盖了之前的所有气味。等苏无忌洗完澡，光着身子走出来，顿时吓了一大跳。你是谁啊？此时房间里已经多了一个身影，他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紧身运动装，紧身裤直到大腿中段，呈现微微小麦色的长腿暴露在外。即便是小麦色也能看出来，这姑娘本身的皮肤必然是极白的，只是长时间穿着短裤锻炼才会形成这般色差。她的上半身穿着一件紧身 T 恤，外面罩着个速干外套，背对着苏无忌。那柔韧的腰身，那饱满的臀型，简直健康到了极点，完美到挑不出任何毛病。这姑娘转过身来，瞥了苏无忌一眼，淡淡笑了笑，说道：苏老板演技不错。停顿了一下，她的眼光往下看了看，又说道：哦，发育的也不错。正是江晚星。女流氓。苏无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喊道：为我用手挡着呢，你能看见个毛啊？确实能看见毛。苏无忌此刻真的是有些悲愤，被一个女人闯进房间里，对自己的发育程度评头论足。对于这等人神共愤的事情，他只能说，这妹子不错，同样质量的能不能多来几个？江晚星干脆大大方方地坐在沙发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无忌，说道：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晚星，服役于首都军区，目前所属单位是……算了，保密度太高，暂时不能告诉你，主要负责从暗夜维度上来维护国土安全。至于什么是暗夜维度，他没有解释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所以你趁着我洗澡闯进我的房间里，就为了来个不清不楚的自我介绍？江晚星从外套里掏出了一把枪，举起来瞄了瞄对面裸男的关键位置，随后又把枪放在沙发上。我已经对苏老板交了底了，苏老板不打算对我坦白身份吗？我有什么好坦白的？苏无忌捂着小腹，挺了挺腰，说道：你这样拿枪指着我，信不信我也拿枪指着你？老子也有枪，也随身携带呢。我的枪管比你的手枪灵活多了，还软硬可调呢，还能甩狙呢。弯着腰跳到床上，把被子拉到胸口。苏无忌终于多了几分安全感了。江晚星冷笑着看着他表演，沉默了足足1分钟，才说道：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为什么恰巧撞到了杜卡罗的猎杀者？这太巧合了，巧合到似乎不该发生。这像是在审问苏无忌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你神经病啊！要不是你抢了我的车，我特么的能追到那里去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还他妈撞死个人，我这辈子连鸡都不敢杀。听了这句话，江晚星摇了摇头，轻轻一笑。那你手里的硝烟味道是怎么回事？什么硝烟味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不要往我的身上乱泼脏水行不行？
江晚星说道。那是枪子弹火药的味道，我开过无数次枪。行吧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你要栽赃我，总得有证据吧？江晚星说道：你房间里都是沐浴液的香气，今天穿的衣服也都扔进了洗衣机，即便本来还残留硝烟味道，现在也都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的确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你没证据还说个毛线啊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我有洁癖，每天穿的衣服都得立刻洗掉，不行吗？你是不是西方黑暗世界的人？江晚星话锋一转，这个问题似乎有点突兀。我还真没听过这个狗屁黑暗世界。苏无忌说道。不过很多人说我是黑社会，是不是也能勉强算是黑暗世界？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显然这不是江晚星所要的答案。在来到灵州之前，我本来也以为皇后酒吧的老板是个黑社会，用不光彩的手段抢走了东方离人会所，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。江晚星轻轻摇头，他没有从苏无忌的表情中看到任何说谎的迹象。那些所谓的鉴定说谎微表情的技巧，在这个青年的身上全都失效了。你真不是为了东方丽人会所而来？苏无忌说道。我是军人，本来就不该参与生意上的事情，更何况是这种夜场生意。江晚星说道。我来灵州就是为了看戏。苏无忌。看戏？白旭阳是我发小，也是东方丽人的幕后股东。其实我还挺期待你要怎么应对他。江晚星轻轻一笑。但现在这场戏的精彩程度可能要超出我想象。直面过这么多敌人，江晚星却实在看不透苏无忌。他没审出什么结果，似乎没有多少说话的兴致了，直接躺在了沙发上。苏无忌都看愣了。喂，你要干啥？来到灵州没地方住，在你这里借宿几天。江晚星闭着眼，用帽檐挡住脸，抬手指了指旁边的行李包。咱们很熟吗？苏无忌彻底抓狂了。我跟你可没到睡同一间房的关系。好歹也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江晚星直白地说道。但是我想看透你，就只能离你近一点。苏无忌恼火地说道。狗屁战友全是你臆想出来的。然而江晚星根本不搭理他了，呼吸渐渐平稳，好像都已经睡着了。苏无忌真想把这个什么特种部队的女人扔出去，要是这漂亮的狗皮膏药一直跟自己粘在一起，那真是什么都干不成了，连撸都不方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砰！苏无忌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发生了。小庞进来了。小庞，我说过多少遍，你就是学不会敲门。苏无忌恼火地喊道。没看到我房间里有女人吗？小庞看了看侧躺着不动的江晚星一眼。看到了，很漂亮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她用帽子挡着脸呢，你哪只眼看出她很漂亮的？小庞很认真地回答。我妈教过我，这样的女人能生儿子，能生儿子的女人都漂亮。苏无忌往江晚星后腰之下的位置看了看，说道。阿姨说的不对，屁股大并不一定能生儿子，这是遗传概率的问题。江晚星觉得自己的某个位置被看得有点发热，于是坐了起来。他看了看小庞，问向苏无忌。人高马大，体格不错，是你的保镖？苏无忌。是我大爷。他的表情一怔，思考了一下，觉得老板这句话可能是在开玩笑，随后才说道。老板，我出去等你，有事向你汇报。小庞居然长出脑子来了，居然没有当着江晚星的面把事情说出来。显然他已经撬开了那个杜卡罗猎杀者的嘴巴了。苏无忌扯上睡袍就要跟出去。
而这时候，江晚星也站起身来。你去哪里？我去哪里关你屁事？苏无忌说道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是我的个人隐私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和你一起。江晚星微微一笑。你得罪了杜卡罗组织，他们会报复你的。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我得贴身保护。说实话，他的身材真的很好，长相也是那种少有的英气。但是现在，苏无忌只想把这个女人从身边踢开。小庞接了一句：老板，他喜欢你。苏无忌一瞪眼：你哪只眼看出来他喜欢我的？小庞：我妈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只要漂亮女人愿意倒追，很难不成功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阿姨当年就是这么追到你爸的。不是。小庞说道：我妈说我爸喜欢她，主要是因为屁股大，能生儿子。江晚星一下子笑了出来。不过当他发现苏无忌的目光又下意识地落向自己后腰之下的时候，就收起了笑容，拽了拽外套的下摆。小庞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向萧经理汇报。苏无忌说道：只要我和这位美女在一起，你就不要来打扰我。是，祝老板生儿子。小庞说完转身离开。江晚星忍俊不禁，他觉得小庞木头木脑的，说这话也没啥恶意，并不生气。苏老板，我并不一定是你的敌人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必要这么防着我。江晚星这话有些深意。鬼才信，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躺回了床上，江晚星也继续合衣睡在沙发上。你不洗个澡吗？苏无忌看着那窈窕又有力的线条，说道：这么不讲卫生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太不合适了吧？他绝对不是想看江晚星洗澡，他只是想趁着对方洗澡的机会偷溜出去。出去执行任务，在雨林里待1个月的事儿都常有。江晚星毫不在意。那时候身上都臭了，现在这算什么？然而说完这句话，江晚星面色微微一变，他捂了一下肚子，随后坐了起来。糟了，光顾着抓捕杜卡罗杀手了，忘了今天是自己来事儿的日子，没提前加防护。江晚星看了苏无忌一眼，拎起行李包，低头快步冲进了卫生间。苏无忌往他刚刚坐的位置看了一眼，不禁恼火地喊道：你陪我杀饭。你敲诈！江晚星站在苏无忌的对面，愤愤说道：35万，你的沙发怎么可能这么贵？苏无忌打开了官网图片，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，从意大利进口的。我给你洗还不行吗？江晚星攥了攥拳头，他比对了一下图片，一看价格和样式都一模一样，顿时有点蔫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自己身体素质太好，每一次来的量都远超其他姑娘，快赶上血崩了。他在卫生间里把自己洗干净，磨蹭了1个多小时才出来。现在的江晚星已经是换了一件宽松的长裤，也没再穿那一身紧身的运动短裤，而是把脏了的衣物就地洗了，晾在了苏无忌的卫生间里。贴身的那一件也是如此。要不是心里还想着查案子，江少校现在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苏无忌呵呵冷笑道：你能洗得干净吗？我这沙发外层是羊绒的，你那血都渗到里面去了。的确，那一大片深红色着实有点显眼，根本不可能洗得掉，里面的内心必然都被染上了颜色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江晚星就很不想当个女人。35万也太贵了，你是不是被人坑了？这沙发坐起来感觉也不怎么样。江晚星明显底气不足了。
他不是没有存款，尤其是外婆家姓房，更是有钱的不得了。可是自从父母都去世了之后，江晚星从来没拿过外婆家那边一分钱。他物欲很低，反正单位管吃管住，每个月只靠工资就能活得很好，这和自己那个开大 G 的弟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如果小姨方千雪在这里，肯定直接拿出手机来扫码付款了。但凡皱一下眉头，都是方千雪对自己财富的不尊重。但是江晚星是真的不想花别人的钱。我开了好几个酒吧，那么有钱，会买质量差的便宜沙发。江少校想赖账也找点靠谱的理由。苏无忌冷笑道：我没想赖账。江晚星的表情之中带着倔强。从来没想过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这样吧，这沙发我也用了几个月了，给你打个折，收你32万好了。江晚星打开手机看了看自己的存款，不是不够，但一下子因为这种破事儿花出去一大笔，存款数字必然伤筋动骨，心理上觉得太憋屈了。可是破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，江晚星明白这个道理。30万不能再低了。苏无忌看到江晚星沉默，于是又说道：免得传出去说我欺负女人。江晚星抿了抿嘴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有15天假期，这15天里我给你当保镖来抵账，行不行？听了这句话，苏无忌差点跳起来。喂，别说当10几天保镖了，你就算是给我当1年女朋友也不值30万啊。混蛋，我怎么就不值30万了？江晚星也不爽了。要是我放话出去给别人当1年的女朋友，那是男人还不？他说着说着，看到苏无忌揶揄的眼神，知道自己被气得失了态，于是立刻闭嘴。苏无忌笑呵呵地说道：那你当我1年女朋友，我就不让你赔钱了。你……江晚星气急，他不想赔这笔钱，更不可能给苏无忌当女朋友。本来为了查案子，以为自己今天晚上要掌握了主动权，可实际上却被这该死的大姨妈坏了事儿。什么破亲戚？事实上，跟无赖打交道，如果道德标准过高，就会很吃亏。就像现在，如果江晚星不想着赔钱，而是直接把这笔钱赖掉，就不会遇到这种窘境了。算了，赔就赔。江晚星跺了跺脚：等我回首都之后再给你转账。在我回去之前，为了防止我赖账，你可以把我带在身边。好家伙！苏无忌瞪大了眼睛：把你带在身边，江少校，你脸皮也挺厚的啊。江晚星哼了一声：呵呵，都是苏老板教的好。苏无忌说道：为了防止你赖账，先给我2万定金。给就给。江晚星一想到自己是为了查出那个狙击手的下落，咬了咬牙：加个微信给你转账。2万定金比30万可好接受多了。苏无忌打开好友添加界面：来，这是我小号加吧。我要加你的大号。江晚星说道：大号不给，小号是撩妹专用，你爱加不加？苏无忌显然吃准了江晚星不会离开。行吧。江晚星只能扫码添加，随后俏脸之上立刻布满了嫌弃：你的名字真恶心，怎么会有人起这种微信名字呀？苏无忌一脸的无辜：这名字有什么恶心的？我就喜欢吃这个味道的锅巴呀。这货的小号名叫火鸡味锅巴。江晚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看错了，他跺了跺脚：你就是故意的。苏无忌冷笑：呵呵，是你自己不纯洁。江晚星觉得自己无力反驳，怎么惹上这么一个怪胎？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糗不说，还分分钟想暴走。
以前面对那么多狠辣的敌人，都不如此刻无力。2万定金转给你了，江晚星说道。我会在你身边待10几天，等回了首都，把剩下的28万再转给你。给了2万块之后，江晚星觉得自己说话时终于都有了点底气了。苏无忌收下了钱，然后给萧音雷打了个电话。你和小庞来我房间，把这沙发扛走扔了。萧英雷已经知道老板房间里来了不速之客。事实上，在江晚星待在卫生间里洗屁股换裤子的时候，苏无忌就已经把这边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了。在萧英雷的安排下，那个杜卡罗组织的俘虏已经被转移走了，而许家烟在伤好之前也绝对不会露面。萧英磊和小庞一进入苏无忌的房间，就被沙发上的那一片红字吓了一跳。她也是女人，当然清楚这样的量有多恐怖。萧英磊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江小姐，要不要给你煮点山药、红枣黑米粥？谢谢，我不饿。江晚星说道。气都气饱了。不是怕您饿。萧英磊确实是一副很认真的关心表情。是想给您补补血。不用了。江晚星反应过来，顿时尴尬的要死，闹了个大红脸。这脸红的就像他1小时之前的屁股。苏无忌在床上笑得肚子疼。江晚星忽然想把这家伙灭口了。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敬业？为什么大晚上的黏着一个男人调查案子？不然何至于损失这么多钱？何至于社死？而这个时候，小庞走进来，看了看那染了血的沙发，又看了看能生儿子的江晚星，很认真地问道：江小姐，你受伤了？呵呵呵呵呵呵。苏无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江晚星简直想要一头撞死算了。小庞还在原地等着回答呢。苏无忌好不容易才刹住笑声。江小姐没受伤。小庞不解。那怎么会有这么多血？看起来伤口不小。他觉得自己还不如直接跳楼。萧英磊掩嘴笑了笑。小庞，把沙发拿出去，明天咱们再去买个新的。小庞单手就把那染了血的沙发拎了起来。只是在临出门的时候，他问了一句：老板，明天还买这种800块的高仿沙发吗？800块高仿？江晚星一愣，房间里瞬间充满了杀气。800块的沙发，你问我要30万？混蛋！苏无忌讪讪一笑。那啥，我就收了你2万块的定金，剩下的钱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下一秒，江晚星便跳上了床，骑在了苏无忌的腰上，掐着他的脖子喊道：还钱，不然掐死你！江晚星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奸商，800块的东西怎么敢让他赔30万？这家伙之前还装好人，说沙发用了几个月，把35万的零头给抹了，真是臭不要脸。还有他那2个手下也是个顶个的奇葩，看起来很关心的话语，却让江晚星觉得没脸见人。江晚星骑在苏无忌的腰上，恨不得当场掐死这个家伙。屡屡破防的江少校此刻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波斯猫。要是让熟悉他的人看到了这炸毛的情景，怕是要惊讶的眼珠子掉满地。江少校什么时候和一个男人这么亲密过？这个动作确实是太暧昧了，哪怕2人之间隔着一层被子，也让人遐想无限。被这么压着，苏无忌本能的想要挺一挺腰，但想想还是算了，不然怕兄弟的小命不保。我含钱都给你还不行吗？苏无忌赶忙拿过手机开始操作。
其实江晚星看起来是在掐着他脖子，可实际上并没有用太多力。但苏无忌扛不住他坐在自己身上啊，对方那里那么翘，大腿那么弹，一个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处男，哪里能经得住这般压力？快还钱，不然我真的掐死你了！江晚星现在的情绪太上头了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姿势有什么不对。苏无忌，好，别掐死我。脑子都被冲糊涂了，都把掐听成夹了。苏无忌刚要输入密码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一看到来电，他表情一变，立刻接通。电话那边的声音透着急切和激动。老板有分解的消息了。这些年来，他和几个同伙就躲在金阳市。金阳距离灵州大概有3个小时的车程。苏无忌的眼睛一眯，把他的位置发给我。说着，他直接抓住了江晚星的肩膀，随后猛一挺腰，将他从自己的身上掀了下去。这一下的动作着实有点懵，江晚星猝不及防之下，一下子被掀到了床下面。全体集合啊！苏无忌杀气腾腾地喊道：“去金阳抓人！”小庞和萧音磊也是立刻冲了出去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江晚星喊道：“还没给钱呢。”然而喊完了这一句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是坐在地上的。苏无忌突然爆发出的力量未免有点太大了。江晚星对自己的身手是极为自信的，他知道自己的腰腹力量到底有多强。本来骑在苏无忌的身上，自己是处于绝对优势之下的，后者怎么可能直接将他掀下来？江晚星的眼睛里也涌现出了一抹凝重。这一刻，他很确定自己的直觉是对的，那一把狙击枪必然和苏无忌有关系。我非得揪出你不可。江晚星咬了咬牙，也许是由于职业使然，也许是由于被奸商坑了钱，现在的江晚星真的很想以非法持枪罪把苏无忌直接就地抓了。等江晚星冲下楼，酒吧门口已经停了20几台车了，这集合效率也太高了。此时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，皇后酒吧正在营业，但所有的安保和男服务员已经匆匆走了出来，迅速上了车。皇后打烊，明天休息1天不营业。萧英磊通过对讲机说道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整个酒吧瞬间停电，五颜六色的光影立刻熄灭。本来颇为壮观的夜店，眨眼间变得一片漆黑。里面的客人们一个个都愣住了，但是也没有多想，都以为是突发停电。江晚星开始好奇了，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整个皇后酒吧连生意都不做了，能让苏无忌发生这种转变？江晚星觉得之前从苏无忌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杀气真的很熟悉，那只有久经沙场的战士才能流露出来的硝烟味儿。他的心里面确实充满了好奇，但也没有再多想，立刻跳上了那台国产越野车，坐在了后排，旁边就是苏无忌。看到江晚星上来了，他倒也没有赶人。你来了也好多一个助理。江晚星说道。我可是说过的，接下来的10几天都会跟着你。苏无忌却没有在开玩笑，表情之中透着强烈的严肃。这种表情，这种气场，江晚星从未在之前的苏无忌身上看到过。这家伙的身上绝对藏着秘密。到底是什么事？江晚星换了种语气。可以提前告诉我。他能看出来，
跟着上车的那些服务生和酒吧安保全都是精英。且不说比其他酒吧所雇佣的安保明显高出一个大档次，就连那些专业的安保公司怕是都没法与之相提并论。肖英磊坐在副驾，他把话头接了过来。老板追查2年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。2年？而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立案20几年了，但侦破陷入了停滞状态。肖英磊说道。分解拐卖人口连环案。分解？江晚星骤然瞪圆了眼睛。怪不得他之前从苏无忌的电话里听到这个名字时，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。江晚星知道，一个叫分解的人贩子曾经拐卖儿童60余人，拐卖年轻女性20多人。这些年来，已经有10几个受害者站出来指控，但这分解却一直逍遥法外。在拐卖过程里，面对不听话和卖不上价的孩子，分解要么直接遗弃，要么当场掐死，抛尸山沟，罪大恶极。由于时间太过于久远，公安机关只有分解的模糊画像，哪怕在全国通缉的情况下，都始终没有抓到人。老板一直没有放弃。肖英磊说道。还好，今天终于能有一个结果了。此刻，他身上那一股熟透了的风韵与妩媚味道已经消失了许多，取而代之则是几乎从来不曾在他身上出现过的凛冽。江晚星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以他的工作经验，自然知道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得花掉多少人力和财力。没想到一个夜场的无赖老板居然在默默地做这件事情。江晚星忽然间不想把自己的那2万块钱给要回来了。老板，李朝胜来电话了。肖英磊说道。开免提。苏无忌没有选择，避着江晚星。老板已经查明了，现在的分解就躲在金阳市的西阳镇，目前名字叫韩桂兰，62岁，经营一家饭店已经很多年了。以往的几个同伙都在这个饭店里工作，表面上的身份是服务员和厨师，生意还算不错。我怀疑这个饭店存在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之前拐卖人口的中转站。李朝胜继续说道。在前2年发生的一起儿童失踪案，线索到了金阳市就断了，他们这一伙人应该还在继续拐卖行为。江晚星对2年前的那一场拐卖案有着深刻印象。现在网络也发达了，那一对父母经常在网上发求助视频，看得让人心疼无比，恨不得将人贩子千刀万剐。苏无忌沉声说道。不要打草惊蛇，等我过去。江晚星攥了攥拳头说道。苏老板这件事上，你就是个活菩萨。那我可差得太远了。苏无忌微微摇头。只不过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。佩服。江晚星说道。他想不明白，也懒得去想，为什么一个人在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差。除非是他本身就是个好人，只是用演技把那善良的一面遮掩住了。江少校愿意帮我其实是好事，起码能事后在警察那边帮我解释几句。苏无忌笑道。我这可不算寻衅滋事。帮你解释没有必要。江晚星说道。苏无忌挑了一下眉毛。你这么记仇？因为我可以帮你做一点别的事情。江晚星说着，拿起了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接通后，他说道：我是绝密作训处，江晚星少校现请求调动临江省特勤组进行火力支援，位置：金阳市西阳镇。